色影，恶如天却绝速，如若欲入其势巨苦，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事物操纵情绪的怒，执着来自无解的苦，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巴黎缠斗，寻找心扉对手，是每家的小菜头，满足我胃口。陈留下向万物兴，带领历史功，大慈大悲显野兽，上对下地为我疯，人是恶源头，年让我心斗，我信我自由。起来，即使悔不当初，化身为兴起极乐行之物。楚岚，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朋友已经到位了。老千，这条路对不对啊？当然，继续往前。放魂灵无效。先关注一个再说。原来如此，炼气的初期阶段，化物要不是长时间喂养，那把小刀早就断了。再给我收起来了，再来一刀就差不多了。张楚岚，你说的对，这5个人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我承认你很厉害，但打又不打，逃又不逃，你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吗？没得办法嘛，大家商量好的，遇到你不能跟你动手，把你带到村子中心。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不过也没必要知道。你们5个，一个一个收拾就是了。不用一个一个的收拾了，这不都来了吗？马村长，我们来帮你了！村长，我们来了！村长，有点麻烦，他那阵法器能近距离吸收对手的气，距离越近，吸力越大。宝姑娘，你可曾受伤？没得事，就是骨头好像有点裂了。好快，动作之快，前所未见。遭遇我这倒吞兽的人中，这种应对反应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不是说好了引导村子中心再动手吗？宝姑娘，不要迂腐啊！马村长，我们来帮你了。
村长，我们来帮你！你们都闪开！这些人不是你们对付得了的。没事，我们不怕。对，我们不怕。贺关先生，记得命令。不许杀，没说不许废。再任由他们像狗皮膏药一样缠下去，对我们也是一种消耗。可以不杀，但得疼，得让他们感到一辈子的疼。你们行吗？好本。别怕，我们一起上，为了他们。我只是天生诙谐，还恶搞罢了，让人痛苦，那实在不符合我的性格呀。神格面具。怎么没反应啊？你这东西真能请神吗？神为人造，个体虽然渺小，但集体相信的力量大到出乎你的想象。这种力量，有人把它称为神力，我更喜欢把它叫做信念之力。信念之力。上古时代的艺人，从用来娱神的原始歌舞中搜集人们崇拜和感动时的精神力。这些歌舞后续不断传承，演变为了戏曲表演，而精神力则被封存在这副手套里。必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展现自身的拿手好戏——演，用自身演神，用自身化神，演到自己相信，演到别人相信，用性命去演。这就是演化的神格面具。这神格面具如果以正义信念来掌控，将会拥有超越无限的力量。秋儿，你有吗？这颗心脏是我唯一能留给你的，你也算是死过一次了。以前的人生一笔勾销，往后放下一切负担，活下去。官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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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了吗？
哎，快，哎下，让马先红以为自己得逞了。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恶如天却绝送，如若欲入即是巨空，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事物操纵情绪的怒，执着来自无解的苦，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巴黎颤抖，寻找心肺对手，是每家的小菜头，满足我胃口。陈留下向万物星，带领历史宫，大慈大悲显野兽，上天下地为我疯，人是恶源头，念让我心斗，我信我自由。起来，即使悔不当初，化身为星际极乐星之物。老马，现在说道歉，已经不好使了，对吧？长出来！宝儿姐，我没有偷懒。张川，我们也没有。该输亡了。来吧。并不需要我动手，只有你们联合起来，拼尽全力携手作战，才能真正懂得临时工是一个集体。宝儿姐，必须是他们背你，只有这样，危险才会离你越来越远。任何时刻都不要动摇。小心他手中的砂石。这大吞兽在吸收并存储焚宝石上的气。
能量快到极限了。这个世上超越常识的，看来并不是只有我一人。这孽畜怕了！停下！我选择回到我原来的世界。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还会有别的选择的，还会有别的选择。凭什么？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好了，老孟，现在你已经不能给陈朵什么了，最后至少把尊重留给他。当年是你把陈朵带到我们世界来，今天送她走，就是你的责任。陈朵，选择还没有完。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你可以选择我们其中的任何人，以任何的方式终结你。真的可以吗？我自己选。可以。也可以选择自己动手吗？当然可以。既然老萧都这么说了，那我再补充一句：第一，不能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到任何人；第二，我们要见证你最后的时刻。只要能满足这2个要求，从现在开始，24小时内，你是自由的。不管你任何选择、任何需要，我保证，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拒绝你。做什么都可以吗？只要满足了这2个要求，都可以。宝儿姐，离他远点。不用怕，没得事。可以转过来了。真结实。可以交给我吗？
还在清点中。二位，修真炉被摧毁，马先红和他手下所有的村民被接收。陈朵在这场大战中拒不就范，意图再度潜逃，结果在所有临时工们的联手追捕当中，死于自身毒发。这是二壮刚刚发来的报告，整个处理过程无懈可击。老毕，这回人家可没给咱们机会发难呢。这份报告，我一个字都不信。二位，这次任务，我们恐怕犯了个大错。老毕，你什么意思啊？他们原本是一头头孤狼，但是现在我们恐怕亲手把孤狼变成了狼群，更加难对付了。对他们的诚信度调查，必须要去安保了。发现问题的，就别再出来了。这次的任务，临时工跟陈朵和马先红有太多的交集了，这背后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调查清楚。按老毕说的，他们直接去安保。接下这个任务时，我最关心的是宝儿姐的安危。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次集结会给宝儿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宝宝也很有可能失去特派队员身份的庇护。光是这次任务平安过关还不够，宝儿姐的身世秘密仍有暴露的危险。直到老孟现身，才让我看到一丝转机。老孟对陈朵的态度，你们先别伤害他，让我先去劝劝他。听老孟，这个命令其实留有余地，我们想办法抓活他。我也没意见，抓活的呗。以及你们同意以活捉为前提的表态，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是有可能成为我成功的关键。必须承认，不光实力，从各方面来看，你们都很老马。但除了老孟，其他人对陈朵都没有深层思考的必要。你们只是把陈朵当作一个猎物，一次任务。而我此时已经不能再忽视陈朵了。如何处理她，是能否让宝儿姐和这些临时工成为真正朋友的核心。还好，我交了2个天大的好运。第一个好运，如果当时陈朵还在为自己的命运纠结，那我会很棘手。但是，陈朵早已做出了选择。当她带着那个项圈去见廖忠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是我的选择：是把陈朵推向老马，还是退出这场战斗？结论很明显，被杀。被捉，都对陈朵没有半点好处，你们也只会毫无负担地完成任务。你们很厉害，比我厉害得多。既然这样，就请你们帮我多承担一些吧。我希望你们和宝儿姐完全站在一起。为了宝儿姐，我必须把你们从高高在上的狩猎者位置拉下来，必须让你们看清陈朵的处境，就是你们的处境。并且感同身受地理解陈朵的选择。我做好选择了。其实我还走了第2个好运。算了，反正我已经完成了收割。我并不担心你们察觉到
我在背后的算盘，因为你们看不透我想要的，而这恰恰是你们愿意付出的。我想收割的，就是你们放大后的同情，不是怜悯，不是那种自上而下高高在上的东西，必须是同情，兔死狐悲的同情。如果让你们放手一战，胜者的感情可能会变质为怜悯，这不行。同情的前提是在对方身上找到共同点。当你们已经对陈朵产生足够的同情时，收割的时机到了。收割他的人并不是我，是宝儿姐。把任务分成2个层面去对待，感性的施以同情，理性的判断利害。在行动的第1天，我就问过宝儿姐。宝儿姐，我记得徐四说过，你不会撒谎。如果给你一个设计好的谎言，你也会把它当真的来做，是不是？没问题嘞。宝儿姐当然会扮演和你们一样施以同情的角色，但指望着碧游村这短短的时间内，你们能够自然地达成深刻共识，我还没那么天真，所以我选择扮演理性的角色，从路北特派队员里抽离了出来。也许在平时，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但是在这个小团体里，玩世不恭、率性的，对陈朵抱有同情的你们，才是大多数。那就这样好了，你们来排挤我，那个庸俗的、被条条框框的规则所束缚，那个瞻前顾后、时刻计算着利害得失的我，才是这个团体中的异类。我们自己的问题，就由我们自己去解决。所以，请你不要再干涉了。通过剔除我这个异类，你们才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彼此间的共性，这样，大家对陈朵的同情才会更加有效地被复制到宝儿姐身上。这，也就是这次任务真正的收获。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好，我不知道宝儿姐与公司的这种关系还能持续多久，我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你和公司决裂，成为公司的敌人，那公司最有可能用来对付你的力量，就是这群人。宝儿姐，我很弱，我只是一个小角色，没有横扫天下的力量，也没有运筹帷幄的智慧，所以我只能勤奋一点，只能把所有注意到的那些不确定因素尽可能的往有利于你的方向去推，哪怕是靠近一点点也好。至于你们，我不指望最坏的那一刻来临时，你们能为宝儿姐与公司决裂，甚至倒戈一击。你们一起扛过枪，一起受过伤，我只盼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都给我牢牢地回忆起那天。陈朵，走好。虽然不方便参加这场践行，但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吧，希望你喜欢。至于我嘛，随便吧，我用不着你们接受，也用不着你们喜欢。你们喜欢宝儿姐就够了。这个求让
可是马先红最忠实的追随者呀，一点隐瞒的意思都没有啊！一上从宽凳就大大方方承认他掌握了神机百炼。既然这样，那就不能让他出去了。时间差不多了，临时工们到齐了，接下来他们就该上从宽凳了。从宽凳，什么东西啊？从宽凳是总部用来测谎的装置，上了那个凳子，就相当于把你们的一切都向总部敞开，一丝一毫都无法隐瞒。换句话说，你们的所有秘密都将不复存在，就连宝宝的秘密也很有可能会暴露。那我为宝儿姐所做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现在逃还来得及吗？逃是逃不了了，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指南，宝宝，你仔细看一下，把这些回答都记在脑子里。上了凳子之后，要把它当真话一样说出来。我有多长时间啊？最多15分钟，所以要抓紧了。对了，楚兰，碧游村的行动你做得非常好，但有些事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因为你也要上从宽凳。三哥，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谁的资料？坐吧。这个是路北区临时工助理张楚兰，从她入手，或许会有突破。我来吧。那我们直接开始了，回答我们，陈朵到底是怎么死的？领导，报告里都写清楚了呀，你们没收到？剿灭碧游村的过程中，陈朵拒不就范，再度潜逃，我们一路追捕，最后陈朵死于自身毒发。你现在是在从宽凳上，不说真话是过不了关的。这就是陈朵死亡的全部真相。本次行动过程中，特派队员之间出现了分歧，行动并不团结。我是很懦弱，我保护不了陈朵。在这个陈朵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逼问我这些问题，你们这些公司的高层真是残忍的吗？他们对陈朵的处理，我试图阻止过，但是没有成功，责任不在我。陈朵只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她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我这一生没有过什么坚持，但是在陈朵这件事上，我认为我做了该做的。送走陈朵的人是他们，对，是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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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们，对马先红这个人你怎么看？手段很高，是条汉子，和那几个特派队员一样，挺对我胃口的。马先红啊，人不错，不过比起他，总部更在意的人是我们，不是吗？我这个人笨，看人这种事，我做不来。他是个病人，可区别在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我很欣赏他是条汉子，但他的思想走了错误的方向，
现在的结局是应得的。对于总部的不信任，我可以理解，毕竟我们的身份很隐秘。不过我相信，我们这次履行了正确的使命，可以让你们刮目相看。马村长跟我一样，是真心实意保护陈朵的吗？而这样的人，比我这种病人更加危险。坦白说，经历过这次任务，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正念之力。在围攻他的时候，我选择了不出手。马先红这个人，狂妄偏执，所图者太大，要么毁了自己，要么毁了这个世界。我觉得公司对他的处理恰如其分，就算公司不处理他，我也要把他废了。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我觉得公司做得对。张楚岚，你现在只剩下一次亮红灯的机会了。领导，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吗？我觉得碧游村和陈朵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去公司的路很长吧？在我们村经常会有傀儡戏的表演，我每次看戏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流眼泪，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那些傀儡让我想起我姐姐家有一幅古画，叫《骷髅欢喜图》。我一直也看不懂这幅画，但我现在懂了。画里是一个黄昏，一个孩子跟着妈妈来到村外，看一场傀儡戏表演。表演很简单，就是一个被丝线提着的小木偶在跳着舞。看戏的孩子完全被吸引住了，他朝着那个小木偶爬了过去，越爬越近，他兴奋得不得了。直到他看见那个小木偶的脸，他吓了一跳。那根本不是什么小木偶，那是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小骷髅。他再往上看，提着那个小骷髅的是一个更大的骷髅。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那个看戏的孩子，是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操控。但我发现我错了，我也身处在这个操控与被操控的游戏之中，我是那个被丝线提着的骷髅傀儡。所以我想要奋力挣脱，斩断丝线。但我最终发现，我以为的挣脱，只是落入了新一轮的操控之中。
就像那个大骷髅背后还有一双手，在用看不见的提醒暗中操控着一切。在你的生命中，有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生，离他远点。如果一个连记忆都被篡改过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谈掌控秘密呢？那你们猜猜，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